恭喜宿主获得随身空间，空间可任意拿取现实世界的资源。竟然是系统空间，真是太好了！我江婉月穿越到了古代，还成了一个嫁进高门的农家女，就是因为意外救了侯府的老夫人，但是却因身份原因遭老公嫌弃，到现在还是处子之身。哼，大胆江婉月竟然敢背着侯爷偷人，这回老夫人也保不住你了。这是你的户籍和路引，拿着赶紧滚蛋！好家伙，莫名其妙嫁到侯府遭人嫌弃也就算了，还被嬷嬷设局诬陷我偷人，这侯府的日子也不好过。就这么点钱？老夫人说了，这次就饶你一命，就当还了你当年的救命之恩。就这么点碎银子？哎，不能动，那都是我嫁人的时候带来的。哼，什么你的东西啊？这都是侯府的，真是个穷鬼。李嬷嬷，我知道你们侯府瞧不起我的身份，但你竟敢设局给我下药，诬陷我偷人，真是好大的胆子。但你好像失算了，我现在好端端的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气不气啊？好你个小娼妇啊！事到临头了，你还敢攀咬我？看我不打死你！恭喜宿主获得随身空间，空间可任意拿取现实世界的资源。竟然是系统空间，真是太好了！有空间在，就算离开侯府，我也能过得很好。死老太婆，你完了！哼，不给你点教训，你不知道我在这府中的厉害。我的脚呀！哎呦，这是什么东西呀？疼死了！哎呦，你还是小心点吧，这该不会是坏事做太多遭报应吧？你给我等着！哎呦，我等着呢。姨娘，这是小侯爷给你下的休书。哦，姨娘，您那么善良，我相信你，你一定是被冤枉的。好，这些都是姨娘以前托我保管的珠宝首饰，如今还给姨娘。桃花，你在哪儿呢？管事嬷嬷叫咱们听训呢。姨娘，桃花没有别的愿望，只希望姨娘以后能好好的生活下去。这小丫鬟桃花果然是知恩图报，不枉我过去对她的照顾。还不是我这个姨娘当的月例银子好歹有10两，竟然全部被那老家伙给骗走了，就剩下这几个钱，真窝囊。先不管了，我先去空间看看，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好东西。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好东西。这是灵田，哇，还有大别墅，商场竟然还有个大商场，真是太贴心了，里面一定有好东西。苹果，来。好了啊，太好了！系统空间真是太厉害了，这里面的果实竟能治愈身体。嘿，天哪，竟然有这么多的武器！别说古代了，就算是给老娘我穿越到外太空，也不怕了。哎，不过我马上就要被赶出侯府了，身上只有些散碎银子，别说住客栈了，就算是省着点吃，最多也就能顶1个月。哎呀，不行，我得搞点钱，那就
先拿回属于我的钱。哇，这么多的银子！哎呦，老娘伺候老夫人这么多年，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银子。那死丫头凭什么？老婆子，这是老夫人给那死丫头的银子，足足500两银票，还有100两的银锭子，真是太偏心了。这你全留下了？哼，要不然呢？反正那死丫头也活不了几天，还不如便宜惨。哼，她死了，就没人知道了。这么多的银子跟金条，光靠我们的月例，就是存个几辈子也存不了这么多呀。还是老婆子有办法。哎，把它放好，别让人发现了啊！哎呦，好你个老东西，偷我那么多钱！切！哟呵，意外之喜，还有这么多金子，这些都是不义之财。李嬷嬷不敢存到钱庄，才偷偷藏起来。既然是不义之财，那我帮你收着了。当然，还有这些，哼，看谁能偷得过谁。老夫人心善，给我留了这么多银子，这老夫人平日里对我也不错，先进去看看她吧。这些年老夫人身子越来越差，吃了我的灵果，你只会越来越好。哎，谁？啊！我刚刚明明看到有个人影在老夫人屋子里。我说你也太小心了吧！侯府戒备森严，贼人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深夜潜进来。还好没被发现，不然可解释不清了。事做完了，回去睡觉。好久都没有睡过这么安稳的觉了。哎，你听说了吗？李嬷嬷房间昨夜遇小偷了，据说连门都给卸了。该让他平时克扣我们的月例。就是，侯府这么大，什么都没丢，就他那里出事，这肯定是李嬷嬷的仇人干的。他平时为人尖酸刻薄，得罪了这么多人，要是让我知道谁偷的，我肯定得好好谢谢他。快走，赶紧去老夫人那边伺候，去晚了是要挨罚的。为民除害了。姨娘，您这也被盗了。哎呀，准备今天离开来着，昨晚把东西都收空间里了。哎，偷就偷吧，这屋里也没啥值钱的东西。哦，那就好，我从后厨给姨娘偷了一个大包子，给你。谢啦，拿，一人一半。那，这你收好。这不是我昨天给姨娘的吗？姨娘，侯府用不到银子，您拿着吧。不用，昨天老夫人特意给我送了些钱呢，我这还够呢。真的？你看，要不是老夫人给的，咱们还哪有钱花？那我就拿着了。正好家里来信要钱，去吧。
还是困。哎呀，江婉月，老夫人让我把你扔出去，免得脏了侯府的地界儿。这老夫人还没发话呢。怕什么？老夫人早晚会发话。我们要是提前做了，老夫人只会感觉我们做事周全。扔出去。是，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就不会伤害你们。不然我下手可是没轻重。江婉月，老太太对你仁至义尽了，你的死活跟我们侯府没有半毛钱关系。侯爷，江姨娘被扔出去了。以后这种小事儿就不用汇报了。她本应被乱棍打死，念在服侍母亲多年，曾以身相救，我已是饶她一命。以后此人再跟侯府没有任何瓜葛。是。侯爷，怎么样？找到潜入者了？属下无能，此人能够悄无声息地躲过层层机关，定是武功高强之辈。说来也奇怪，除了那个老嬷嬷，侯府其他地方并无侍妾。哦，你是说，一个武功高强的人，冒着生命危险潜入侯府，就为了偷一个老嬷嬷的房门？属下不敢。以你的实力，让一个贼人扛着房门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溜走，还能做到悄无声息，你觉得我信吗？属下对侯爷忠心天地可见，再多给几天时间，定能把那贼人找出来。此事先放在一旁，你还有别的事情要去做。是。银子还挺善良呀，小老太太。哎，真香啊！嗨，老板，你这糕点多少钱啊？2两。2两银子，你怎么不去抢啊？这位娘子，看您说的，您身上这件衣服都得好几10两，这点银两对您来说不是小菜一碟啊。陆思成虽然不喜欢我，平时也没有亏待，衣服首饰什么的都比达官显贵家的姨娘都好，只是这寸土寸金的京城，在李嬷嬷那里偷来的1000多两银子，不知道能花多久。行吧，给我来1斤。走了。老板，这位娘子，您要买什么布料？我们这边也卖成衣。是不买了。你看我这儿有几套成衣，我就穿了几次，还嘎嘎新呢。你这儿收不收？这本店没有这种规矩。这样吧，我去找掌柜的问一下。行，快去啊！小娘子是要卖成衣啊？对，你看看，这小娘子，这衣服都是上等品，这什么来历啊？你放心，来历绝对清白。你看这衣服都跟我非常合身的，这都是我平常自己穿的。就是啊，我丈夫死了，这我家里没钱了才拿出来卖的。这些衣服都是9成新，但是我只能给你半价。半价就半价。这件苏绣烟罗纱150两，这件蜀锦20两，绸缎30两。这总共多少钱啊？这些衣服一共是230两。行，成交。谢谢啊。好嘞。哎呀，这些衣服真不错，不错。江姨娘，咱们又见面了。原来是跟我私通的男人，正确来说，他根本没得手。说来还真是幸运，我跟了2个男人，名声尽毁，现如今还是个厨子。哟，是你啊？说吧，
这一直跟着我，想做什么呀？当然是做你了。好漂亮的小姨娘，还是个厨吧？小侯爷真是暴殄天物。真香！今天爷就让你尝尝男人的滋味。想玩是吧？我陪你玩啊！我说，你不会以为拿个铁疙瘩就能打到我了吧？我好怕怕哦！还得找时间去荒郊野岭把这垃圾给扔了。谁？江姨娘，小侯爷给你修书的意思是让你遣返回户籍处，离开京城。你家小侯爷是不是住海边啊？什么？管这么宽？老娘现在是自由人，我爱去哪我就去哪，他管得着吗？他这是江姨娘，那个自卑愚蠢、见到男人都害羞说不出话的江婉月。看什么看？你还要传什么话？赶紧说！江姨娘，你也不想托人的事情弄得人尽皆知吧？在京城的一天都有走漏风声的可能，到时候小侯爷必定会处置了你。哼，谁怕他呀？行，还有别的什么事吗？没有，我走了。回去给你们小侯爷说，3天内我就走了。哼。不对呀，我应该考虑考虑该怎么赚钱了。空间里面的灵果品质是很好，可我要是拿出去卖，那不太招摇了。别墅里的东西不是还没用过吗？回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能拿出去卖钱的。小二，买单。嘿。金条，真金白银才是好东西。对，我要把这些金条都拿出来，换成大米、白面，好好的储存起来。然后我再找一个山脚下的小房子，美美的隐居。说完了。这古代应该没有玻璃瓶子吧？客人是要点到还是赎回？嘘，琉璃玉净瓶，听过没？我家祖传的宝贝。要不是我丈夫赌博欠了赌债，我这都舍不得拿出卖啊！琉璃玉净瓶，对，你看值多少银子？好漂亮的瓶子，造型和观音菩萨手里的羊脂玉净瓶好像哟，还是透明的呢。这个我也不敢估价，请夫人稍等片刻，我去叫掌柜的过来。行。要想提高异能，我只能靠玉石里面这点能量了。什么东西啊？琉璃玉净瓶啊，怎么有股酒味儿？喝完酒以后应该洗一洗的。这个是家中地底顽劣，倒了一些自家酿的酒进去，洗洗就行，不碍事儿。啊，好，夫人是打算死当还是活当呢？死当吧。哎呀，不够通透啊！夫人开个价吧。那就这个数吧。
什么？5000两？你怎么不去抢啊？我说的是50两。5000两就5000两，这少一分都不能小。这我要不是家里边要还赌债，我才舍不得拿出来卖呢。你不要是吧？我拿给别人家去了。4500两。哎，成交。我现在可是富婆一枚了，老天，你可真给力！知道前世活得太辛苦，直接给弄到古代来养老了。肉包子，刚出炉的肉包子，5文钱一个喽。肉包子，我空间里还真没有。老板，你这包子怎么卖啊？5文钱一个。5文钱一个？哎，你把那些都给我包起来吧，我全要。全要了？对啊。一共是150个包子，750文钱。老婆子，快来给客人装包子了。好。夫人，我再送您一个筐。行，那谢谢老板了。哎，您的包子好了，这个筐就送给您了。谢谢老板。哎，没事没事。买糖葫芦喽！这样买东西也太慢了。一筐一筐的背，得背到啥时候？还是先买一辆马车比较靠谱，到时候统一放进空间里。婶子，你说这集上也不知道哪儿能买个马车呢？哎呦喂，小夫人可别乱讲，马儿可不是谁都能买得到的，马匹是军队才有的，得有关系才行呐。这话可不能这么说，我家就有一匹老马，是我侄子在大户人家里买的。前些天我侄媳妇生病，家里需要银子，这不正愁着要把这马卖掉。你看，小婶子，那这马儿现在在哪儿？这都给那儿拴着呢，我带小夫人过去看看。家人生病急用钱，只是个噱头，估计是那马儿太老，干不了重活，才想着卖。不过也没有别的法子了，如果买驴的话，跑得太慢。小夫人，这马你看得上吗？这个马儿，这马一看它就是个病马呀！这我万一买回去，隔2天就死了，我找谁说理去？这马没病，就是我侄子给他婆娘看病，钱用完了。这马呀没什么吃的，所以说比较瘦。哎，小娘子，别急着走啊，这可是战场上退下来的战马，有劲儿着呢。看他再有劲儿，也是行将朽木的老马，活不了几天，还是这个病殃殃的。我再想想吧。哎呀，50两银子成不？我侄子可是花200多两买的，这中间人还给20多两呢。50两啊？那你这马有没有车厢？有车厢，在那边。这车厢啊，是我侄子自己做的，本来是拉人赚钱，后来没用着，就是简陋了些。小夫人别嫌弃就是。那行，50两就50两，我就当吃点亏。哎呀，谢谢小夫人，这是买马的官府文书，您收下。行，那您忙吧啊。看你长得黑黢黢的，哎，以后就叫你小黑啊。看来空间的牧草已经长成了灵草，可以瞬间恢复这病马的身体。小黑啊，只要你听话，以后这样的牧草要多少就有多少。哎，你说你喜欢我？谢谢啊。哎，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侯府被休的姨娘娘，居然有钱来酒楼吃饭，这是又勾引了哪家的公子啊？哎，小，哟，还买了这么多的烧鸡，
银子是偷的吧你啊？哎，我想起来了，我家男人2天没回来了，该不是被你勾引了吧？啊？说，银子是不是我家男人的？说，你说呀！你的伤怎么好了？当时，江婉月私通外男，本应乱棍打死。念在服侍母亲多年，曾以身相救，可饶你一死。鞭笞20，逐出侯府。我没有，我冤枉！当时我可是看得很清楚的，你脖子的伤这么几天就好了。说，银子是不是我家男人给你买上好的药？把银子还给我你！老千婆，你以为我会告诉你我喝了空间里的灵泉水，所以瞬间能治愈身体？给我给！哎呦喂！哎呀！想杀我，只怕死的人只会是你，还到处宣扬我偷人的事情。怎么这个样子呀？这丢人的是我还是侯府？你以为侯府会放过你？啊！我要是你，就夹着尾巴做人。下辈子投个好胎吧。你可是看清楚了，真的是江姨娘。小云看得清楚，江姨娘不仅身上的伤好了，还把曾氏打骨折。对了，身边还买了匹马。谢谢大人。该死的老货，竟然敢编排侯府的事情。队长，你说江姨娘真的如刚才那小厮说的一样，咱们要不要禀报侯爷？侯爷日理万机，这种小事儿，你想去挨骂不成？晚上直接把李嬷嬷。是队长。不过江姨娘的伤是如何做到的？以我的力气，没有1个月不可能痊愈，这才不过3日。好了，小黑，就到这吧。今晚就在这儿将就一下。谁？谁？不许出声，否则死！我要是你，肯定先想办法止血。哟，居然还中毒了，好可怜哟！这么重的伤，马上要血流尽而死喽！少废话！驾马车，快走！谁稀罕你啊？你让我走就走，那我多没面子啊！赶快走！还有这边呢。弓箭手，准备！哎，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无路可逃了。哎，吵死了！有钱吗？你说什么？有钱的话，姑奶奶今天能救你一命。不知所云。嘿，车里的人听着，我乃大内总管太监，此人是夜闯皇宫的刺客，劝尔等乖乖把他交出来，赐尔个全尸。这个行，够当你的买命钱了。如此快的速度，这是什么？好东西。哎，你是何人？窝藏朝廷要犯，你要灭九族的呀！啊，你说的有道理啊。要不然这样吧，我把里边这个人丢下，交给你。咱们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就当从此没见过，怎么样？怎么样？你还能走得了吗？你觉得还能活着离开这里吗？嗨，我只是来养老的，真的不想惹事儿，为什么非要逼我呢？既然这样，那你们去死吧。
这么几个钱，你去卖命，值吗？呸，穷鬼！能量石？不对，这不是我的能量石，这难道是古代的能量石？啊，那太好了！空间里边虽然准备了很多能量石，但我根本不敢用，那些都是留着提升空间储备能力的。虽然提升异能力很重要，但还是空间的储备更重要。那看来你小子现在死不了啊！还是希望你醒来之后能跟我好好说说这些黑晶石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不过你小子真走运啊，遇到我。哎呀，陆思辰，我有点晦气。算了，都收了你诊金了，我这次就勉为其难救你一次，你也不用谢我。只要你醒来的时候，乖乖的跟我说你这黑晶石是怎么来的就行。帮帮你吧。哦，不是，也没人说这陆思辰身材这么好呀，怪不得我之前拼了命的也要嫁你。哎，不对，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被美色所迷惑？再不赶紧手术，他都死翘翘了。这灵果呀，你包好的，醒来真应该跪下，给我磕18个响头。哼！大人，是人血。怎么是个女人？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官爷，奴家命苦啊！奴家被婆家所休弃，正在回娘家的路上，这天太黑了，就想着在这儿睡一觉，谁知道中途突然听到打斗声，看到一群官兵追着个黑衣人杀，特别吓人。人呢？啊！奴家不知道啊。奴家吓坏了，就一直都躲在车厢里，不敢出来的。等到打斗声都消失，奴家一出来，人都走了。大人，这女人说谎。她要是真的遇见徐公公追杀刺客，她怎么可能还活着？姿势体大，徐公公绝不会留活口。用你提醒！这该死的赵建强，不学无术，整日只知吃喝玩乐，靠家里关系混了个侍卫队长的职位，真当自己很厉害了。来人，把他押回大牢，严刑审问。官爷冤枉啊！官爷饶命啊！这就是传说中的内力，要不要这么玄幻呀？草率了，知道古代人有内力，没想到这么离谱。好厉害的暗器！我若是能得到手底下暗卫留守一支的话，推翻王朝也指日可待。不管他是谁，定要活捉。别说 no， 本王并不想伤害你，只要本王很喜欢你的武器，出个价吧。这儿还有更厉害的，怎么，要不要试试？消失了！
这怎么可能？又来人，我御前的人，有点麻烦。哎呀，这么点儿，小黑，考验你速度的时候可来了，驾，走。这我家侯爷还能活着吗？大家快检查，看看还有没有活口。啊，是什么？还有气息！快来人，赶紧带摄政王找御医，禀告皇上，我去追刺客。陆思辰，招惹谁不好？你去刺杀皇上，行啊，寿星公上吊，哈，嫌命长是吧？哎，这么跑下去也不是事儿，哼！只要你被人捉住，那我的麻烦不就没了吗？哼！吁！侯爷，是小侯爷。队长，我去追那个女人。别去，此人武功很强，你们不是对手。先把小侯爷送回侯府，追兵马上就到，我回去盯着。是。雷大人，有没有追到那个刺客的同伙？没有，那人实在太快了。摄政王伤得怎么样？哎，重伤昏迷，大夫说五脏六腑出血，可能有生命危险。什么？摄政王的武功在天启王朝可是数一数二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刺客？哎，算了，还是赶紧搜寻刺客吧。杀了徐公公和那么多的大内侍卫，此刺客肯定难逃一死。李大人，你知道这刺客大概逃跑的方向吗？可能应该往那边跑了。好。思辰兄，听说你被女贼掳去，占了便宜了？不会吧，不会吧？你不会真的被抢？李行风，属下该死，属下不该最快将此事告诉欧阳神医，回去自行领罚。是。唉，别那么激动嘛！听说你身负重伤，我可是跑死了2匹马，才从神医谷千里迢迢赶来的。聒噪。让我看看你身上的伤口。这是用缝补衣服的法子缝补伤口。我神医谷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从未见过如此鬼斧神工。唉，骇人听闻，简直是骇人听闻呐！哎，思辰兄，你快告诉我，这伤口谁给你缝的？此人医术登峰造极，我要拜他为师。你不想活了？哎，那啥，算我求你了，你告诉我呗。欧阳神医，先给我家主子看看伤口。
你中了软筋散，还有化骨掌，你这武功内力吧，几个月是恢复不了了。但是很奇怪，你身体很虚弱，就像是中了毒，刚吃完解药一样。没错，侯爷3天前夜闯皇宫，是中了西域蛇毒。啊，西域蛇什么？西域蛇毒？脉象虽然虚弱，但很平稳，完全没有毒素残留。你确定是西域蛇毒吗？当然。那可是剧毒，无解。也是那个女子干的。哎，小妾，思辰兄啊，我们是不是兄弟？做兄弟呢，是不是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两肋插刀？现在不光是你，连我也在找那个女子，就连皇上也下了追杀令，悬赏10000两黄金。他不仅占了你便宜，还把皇上给睡了。他杀了徐公公，还有大内10几个高手，就连摄政王也中了他的暗器，至今昏迷不醒。徐公公可是大内高手，那手化骨掌无人能敌，还有摄政王啊，那位更是杀人不眨眼的武林高手。你告诉我他被暗器伤了，那你说要去皇宫取回的东西呢？让他拿走了。丁，别动啊！我捋捋，10几岁，女子，医术精湛，武功深不可测，还有非常顶尖的暗器。这无论放在哪国都是顶级人士的存在啊，不会轻易出山，不会是敌国派来的吧？不排除这种可能，所以现在你还想拜他为师吗？想，当然想。思辰兄，你看这是何物？续命丹，这不是你前任神医谷谷主死前耗尽毕生心血所炼制，这世间仅此一枚。说吧，你想用什么交换？思辰兄，我看那女子也挺喜欢你的，实在不行，咱要不出卖下色相？君子动口不动手，不愿就不愿，别揍我嘛！滚就滚，牛什么牛？我这可是拿续命丹跟你换，你但凡出卖点色相，别说就一群废物，能让刺客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溜走，真有你们何用？还愣着干什么？给朕去查，到底是谁盗走了黑金石？朕要生要见人，死要见尸。那么多皇宫带刀侍卫，朕就不相信尸体能横空消失。我给你们3日，再找不到徐公公，你们通通都去死！滚！啊，侯爷，如何了？贼人非常狡猾，里应外合，什么证据都没留下。哦，还有人接应？正是，刺客盗走皇家宝物，但是已被西域毒蛇所伤，估计现在已经死了。最重要的是，那个接引之人，夜里追来的弓箭手全部消失，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侯爷，我们的官兵也跟着这车辙印去找了，但是印记到半路就消失了。等等，等等，这是什么？来人，把这树给我砍了，从这儿给我刨开。是。火药？怎么会有如此威力大的火药？战场用的红衣大炮又笨又重，这不可能啊！侯爷在树缝里发现了这个。这是什么？看着像铁皮，又好像不是。这画像是？正是那贼人的画像。半夜有追兵远远的看见身影，据说此人高大威猛，满脸络腮胡子，力大无穷。侯爷，这是什么意思？大人，这悬赏令和画像还张贴吗？贴，大街小巷、各大城池都要贴。我要让那贼人插翅难逃。啊，侯爷，行风，你派些府中的暗卫，沿着车辙印消失旁边的大山里去找，多派些人手，别让官府发现了。是。欧阳，这摄政王的伤势如何？后背血肉模糊，身上多处烧伤，五脏六腑都有轻微出血，危险。那还能醒来吗？他这样的人，内力深厚，意志力坚强，应该能醒，但一定会留下后遗症。另外，摄政王体内发现了苗疆蛊毒，此毒在体内隐藏多年，已经和心脏连在了一块儿。哦，这倒是个意外之喜。我和摄政王是相互制约的朝堂重臣，老皇帝打的一手好牌。有了我俩相互制约，这小皇帝的皇位才能坐得安稳。他体内的蛊虫，你能拿出来吗？我师父在的话，9成把握；我的话，6成吧。哦，对了，上次我让你找的女师傅找到了吗？没有。你怎么这么没用啊？还记得以前你还挺厉，当我没说。告辞。这眼睛好熟悉，好像在哪儿见过。在哪儿呢？侯爷，这是老夫人亲自给您炖的酸梅汤，清热解暑的。老夫人的身体最近健康否？回侯爷的话，老夫人最近身体很健康，而且陈年旧疾也不曾再犯，头痛也好了。行，放那儿吧。是。出去。是。这画像上的人怎么有点熟悉？有点像是江姨娘。怎么样？有没有见到侯爷？他对你说了什么？是不是特别的温柔？有没有对你笑？一群花痴！侯爷的事情是你们能打听的吗？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哎，官爷，这是谁啊？官府通缉令，此乃江洋大盗，抓住者赏金10000两。万两黄金！我的天哪！到底什么匪徒竟然这么值钱？老天爷，10000两黄金，要是能到我手里，那该多好啊！就你这傻不愣登的，恐怕黄金真砸你身上，你也没命拿呀！
万两黄金啊！这要是能出门让我遇到就好了，真值钱呢，会移动的金条啊！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事儿过去这么多天了，这一点风声都没有，我这马车也没出京城啊。这么大个事儿，京城的宝物就是好。真相只有一个，他犯的事儿比我还大。自愧不如，自愧不如啊！走，不用排了，女生都可以走了。多谢官爷。总算有新的落脚的地方了。这座城看起来繁华度不输京城啊，那应该能有很多物资。这位小姐，您是要买什么药？我想要那个人参灵芝，还有其他止血的草药都可以拿给我看一看，最好是新鲜的。小姐，我们这都是炮制好、晒干后的草药，您放心，每一株草药都完美的保证了它的药效。空间内的黑金土地有枯木逢春的效果，就算是干草也能变成新鲜的，而且长势还很快。年份小的草药只要移植到空间里，3天便会长成10年老药的样子。行，你们这儿每一种草药都给我来1颗。记住啊，我只要年份小的。小姐，我们药堂的草药的种类很多，足足有好几百种啊！您确定都要？对啊，但是你只要给我装那种整株的就行。这种切碎的我用不到。行，好嘞。晨会23两。那不用找了，帮我把这些草药啊都运到我车厢里去。侯爷，怎么样了？侯爷，按魏来报，城郊附近的山都被搜遍了，贼人反查能力很强，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一个女贼，还真能走。继续给我查，本王就不信了，一个大活人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按照这张画像上去查，黑马那样的马车，还有那个女贼的眼睛，缺一不可。是，侯爷，马和车厢常见，可驾着马车的女人可不常见。对了，下达命令，严格搜查出入城的人，官邸、路野，全部都要彻查，还有附近的城池，没有这2样的人，一律都有嫌疑。是。侯爷，摄政王醒了。哼，早知道他就没有那么容易死。继续监察。是。来人，这么热的天怎么还不上兵啊？表哥，你怎么了？被狗咬了？说，最近给我老姨找了什么大夫？我最近很忙，还没来得及给母亲请安。我母亲怎么了？不应该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哎，我母亲怎么了？我老姨没事啊，就是很奇怪，我老姨常年有痛风的毛病，就算我师傅来了，也只能开的暂缓疼痛的药。所以呢？来，看着我的眼睛，你这段时间真的没给我老姨找其他大夫看病吗？之前都是江婉月去照顾我娘的，可自从3日前江婉月走后，我并没有请其他的大夫，我娘也只是去药铺抓些日常所需，没有什么别的事情。你要是找其他大夫，一定要告诉我，我要拜他为师。你师父要是九泉之下有知，必定被你气死。你这不前2天还说要拜那个女贼为师吗？怎么这2天又要换人了？没有啊，我2个都要拜。哎，你去哪儿啊？我老姨没事啊，她痛风和腿疾都好了，所以我才好奇的。
哎呀，快看呀，这可不得了了，这是。让开让开！官府办案，统统闪开！这个蒙面女贼，谁若是抓住或者看到，上报官府，赏金10000两。俺的神呐，这女人是犯了啥错，能拿那么多赏金？哎呦喂，该不会是达官显贵家逃脱的小妾吧？瞎说，小妾哪值那么多银子？哦，难道是官老爷家心爱的小妾和人私奔？这是男人面子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官家大小姐看上了喂马的小厮，家中不同意，私奔了呗。对，肯定是这样，话本子里都是这么写的。哎，你们听说了吗？这家人去楼空了。哟，他们家买空了满城的粮食，都运走了吗？什么？他家买了这么多粮食，恐怕在家里一辈子都吃不完哟。关键是，咱们只看到粮车送粮食，可没看到粮食运出去啊。对对对，俺也没看到。按理说，那么多粮食，就是夜晚运出去，也得是不小的动静吧？俺想起来了，那女的出门总用手帕遮着脸，柔柔弱弱的，从来没露过脸。是不是敌军的探子啊？画像上的女神，该不会就是她吧？不可能，哪有私奔的人这么明目张胆的？而且他家里就2个小孩，哪有男人呀？看来不是那女人，没有人会傻到被通缉的情况下，还光天化日之下如此明目张胆招摇过市。走。你看那画像上的女神怎么那么像她呀？还真是，好像。缉拿此女者，赏金10000两。长得还挺漂亮，不知道是犯什么罪。这画像上的人怎么跟我一样，连穿的衣服款式都一样，跟我一模一样？难道不成？不会真的是他吧？完了完了，我现在目标岂不是太明显了？暴露了。看来下面的行程不能这么明目张胆了。还好马车被收到空间里，现在我这样子可和画像上的蒙面女子一点关系都没有。咦，快，别妨碍公务！这走了108000里，总算是到边境延安县了。哎，我记着，这原主的老家好像就在延安县的江家村。这江家村离京城得有108000里吧？那肯定就没有什么通缉令了。到时候我再到江家村买一个小院子，我就可以开启我的养老生活了。啊，空姐，陪我来个秋叶梨尝尝。秋叶梨，啊，这苹果香蕉梨，啥都没了。不对啊，新空间。啥都没了，不对啊，新空间。啊，我这空间怎么进不去了？我这才1个礼拜，我没进空间查看，我该不会是把能量都用光，空间自动封存了吧？啊，不要啊！不对，最近我都没有大面积使用空间果实，而且
我空间里的灵果都长熟了，它也不可能消耗能量啊。那就只有升级。我灵果呢？我那么大一片灵果园，我空间资源呢？哇，空间变这么大了！我原来那么大一片灵园，原来就只有这么大一点啊！这空间大了不止10倍啊！我这比这边商场都大。我的钱全都没了，还有我之前穿越前那些没舍得用的能量石一个都没了。天上的空间，你升级你就升级，你用我的钱，你用我能量石算了，我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搞钱，搞钱。那个玻璃球？哎，不对，奇幻五彩琉璃水晶球。上回一个普通的啤酒瓶卖了5000两，这个做工更精细，还带色儿呢，那我不得卖500万两。小姐，里面请。哟，这位小姐是典当啊，还是赎回啊？老板，我这儿呢有一祖传七彩琉璃珠。这我倒是没听说过，能否让在下长长眼？那你可瞧仔细了啊！此物甚是贵重，阁下不得不小心行事。如此通透的琉璃珠，敢问小姐，此珠如何出处啊？这可是我祖上传下来的，想当初呀，我娘亲给我的嫁妆，可如今不收了。小姐，据在下所知，如此通透的琉璃珠和精湛的工艺，整个天启王朝都闻所未闻呐。那当然了，这可是我祖上传下来的。我跟你说呀，我祖上那当初战功赫赫。你问那么多干嘛？到底当吗？小姐，你要当多少？掌柜的，您这见多识广的，您看着给呗。小姐，这个数怎么样就1万两。1000两。当我傻呢？之前啤酒瓶都卖了5000两，这玻璃球无论材质、颜色还是工艺，都比啤酒瓶高了不知多少档次。1万两，我都觉得少了。哎呦，小姐莫走，咱有话好好说。您说多少钱？我就1万两卖你，就当交个朋友了。小姐，若是京城那种富庶之地，1万两确实不多。但我这是边城小镇，这1万两，就算是把我这个当铺卖了，它也不值这个钱呐。1万两确实不多，但我这是边城小镇，这1万两，就算是把我这个当铺卖了，它也不值这个钱呐。行吧，你说的也有道理。那你想啊，这可是我祖传的宝贝。要不是我在这儿看病急需用钱，那我肯定拿到大城市去卖了。而且我祖宗说了呢，这7彩琉璃珠世间仅此一颗，掌柜你可莫要欺我。小姐，咱打个折，5000两。再给你便宜点，我吃点亏，8000。你要是真不买，我可真不卖了。
行，成交。终于到了。江家村，按照原主的记忆来说，他好像3岁就被他阿奶卖进了窑子，之后又被卖进了侯府。除了阿奶长得凶神恶煞的，其实他父母兄长应该还是不错的。可惜为人老实巴交，胆小懦弱，家里大事小事都是阿奶做主。算了，到时候相处不来就叫人从何相处。哎，小姐，你是来找谁？还是谁家亲戚？你别怕，我就是江家村的人，俺爹是村长。这个江家村啊，俺谁都认识。你是哪家的？我叫江婉。江三丫。江三丫。我爹叫大河。你是大河哥家的。你不是被你奶卖到窑？你看叔这嘴，你别介意啊。没事没事，其实啊，我被卖当天我就被人买走当丫鬟去了，而且主家人很好的，他容我自赎自身。后来我攒够了赎身的银钱，就放我回来了呢。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自从你阿奶偷偷把你卖了之后啊，你阿娘活得像个木头一样，眼睛都快哭瞎了。你那一大家子又得靠你阿姨阿奶当家，你这次回来可得想好了。那以后我的日子可怎么过？对了，叔啊，我主家他给我新办了户籍，那我回来是不是可以自立活？可以倒是可以，但你一个女孩子多危险啊！而且这村子里也没有宅地分给你啊。不过这村后倒是有一间空瓦房，就是贵了点。那家人做生意发达了，赚了大钱，就一家子搬到镇上去住了。临走了留了空屋子，托我爹帮他卖掉。那房子长啥样啊，叔？那瓦房可贵着嘞，我记得是3间瓦房，还有1间柴房。其实我这些年除了赎身的银子也攒了点。叔，你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这砖瓦房的价格吗？那房子盖的还不错，就是地比较小。3年前托我爹卖的时候是40两银子，不过一直没人买。现在的话，我估摸着30两银子就成，不过也有点贵啊。不然带我去看看。成，那咋不成呢？看来三丫这手里头是有银两的。不，哎呦，这下你爹你娘可有点盼头了，特别是你娘，可怜呐。叔，听你这话，我娘真是咋了？快说说。哎呦，你爷你奶太霸道了，你家又没分家，吃了上顿没下顿，全家老小就指着这20亩地活。你爹你娘是当牛做马，这江老太太独掌大权，对你娘是非打即骂。那个说的话是不是有点多啊？没事儿，叔，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没事儿，俺叫江大柱，俺爹是村长，俺叔是李正。以后啊，那老江家要是对你再不怎么好，你就尽管找我。走，叔带你看房去。走。眼看就要变天了，今年怪呀。是啊，今年比往年冷的都早，以往这个时间啊还热得睡不着，现在都穿厚衣服了。来，啊，这姑娘是爹娘，这是三丫。三丫呀，快快快！哎呀，真是女大18变呀！这三丫现在长得真漂亮啊，赶路累坏了吧？是这样的，婆婆，我这次来呢，我听大柱说的那个砖瓦房，我想要看看。着什么急呀？眼看就要变天了，先住下，等好天了再说。哎呀，不了，我听说这不是要大雪封山了吗？我先提早住进去。哎呀，不了，我听说这不是要大雪封山了吗？我先提早住进去。那我不是能早一点置办过冬的物资吗？也行，那我就带你去看看那房子。行，那走。那走。这边。
丫头，你看咋样？这家人住的时候可爱些了，还有这院子里的青石板，可都是从前他们从山上一点点背下来的。咱们村啊，独一份儿，就是价格贵了些，30两银子呢，想想都肉疼。我觉得吧，挺好的。就是价格贵了些，30两银子呢，想想都肉疼。我觉得吧，挺好的。丫头啊，这里虽说是青砖瓦房，可是村委冬天要是下来个野猪什么的，先霍霍你一家，不怕吗？还有啊，那可是30两银子，你留着当嫁妆，都能找个很好的婆家。麻烦村长了，但是这些我都已经想好了。你真的要？我还打算把隔壁那片一块买下来呢。隔壁就是个土坯房，那家绝户，很多年都没人了。虽说主体还在，可是房顶上的茅草烂了，没法住人。是没法住人，我也没打算住人。但是那块地大呀，我可以种菜、养花什么的，都很方便的。哎，你能相中就成。隔壁的土坯房没法住人，你就给1两银子好了。行，这字儿也签了，钱也清了，随时去官府盖个章就成了。哈哈哈哈！啊，真没想到三丫还能活着回来，银子花光也好，免得那家人惦记。三丫，快趁热吃，家里也没什么，只有这个饼了。那这个呀，我从城里带的，今天不吃这个，吃这个。哎，这么金贵的东西可不能给俺，这可不行，快收回去。这烧鸡和麻花可是个稀罕物，俺们农村啊，1年也吃不上2回。给你就收着，这不就吃上了？哎，那就谢谢三丫了，以后有事记得来找我。那行，我有事再找你啊。今天就不打扰了，还是谢谢大家伙儿的帮忙了。我先回去收拾屋子。啊，村长，我也走了。哎，好好好，走了。哎，快，哎呀，来给，给，谢谢娘。你也吃。哎，好，哎呀，娘真好，咱们一起吃。好。三丫，三丫，婶子，你咋来了？我想着你今晚没法子睡，所以带了一床被子，别冻着了啊。你给这被子给我，你晚上干啥？俺家还能再挤一挤，你先拿着用，回头有啥需要的，你跟俺说一声就行。行，等着，我拿银子给你。别拿了，我走了啊。啊！算了，这份情谊我记下了，我就当你们眼光好，提前忘我这条大腿了。虽然这就是个陈旧的粗麻布，又硬又旧，但是洗得很干净，看得出来他们很爱惜，很珍贵的东西。其实我空间里边还有5星级酒店的大床、鸭绒被、羽绒服，还有极地防寒服，但是现在拿出来太招摇了，还不能用。爽！这人生不缺吃不缺穿，窗外的景色又宜人。我这手里头有银子花，白天呢我就在古代，晚上我就回空间里边吃香的喝辣的。娘，喊啥喊？你叫了俺咪叫，小心我扒了你的皮！娘，俺听说三丫回来了。啊？三丫？这死丫头回来干嘛？不能让她回来！一个窑子里出来的女人，晦气！呸！娘，听说那死丫头一回来就找村长买了村中青砖瓦房，花了30两呢。啥？30两？老天哪！30两银子够老四买6个媳妇了。你说真是三丫？我确定那些妇人们说的有头有脸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死丫头手里肯定有剩余的钱。只是她现在办理了独立的女户籍，去要钱财，不占理儿啊。这咋办呐？30两啊！老天呐，这可够咱这农户种10年的地，也攒不下来这么多银钱呐！咱要把这钱弄出来，这老四明年春天去考秀才，那银子不就解决了？事情已经办好了，钱财呀肯定要不回来。不过，咱用亲情感化，让那死丫头把剩余的钱吐出来，供老四考秀才。可是当初卖他的时候，他都已经有记性了，他能信咱的吗？死丫头片子好哄。哎，对了，不是还有个青瓦房吗？既然买了，咱准备一下，过几天咱搬进去。老天爷呀！我的亲孙女不管我们呐，自立门户，她不尽孝啊！哎呀，人都说女大18变，你这越变越没良心。不是你俩谁啊？大早上在我家院里边嚷的嚷什么？三丫，你连你阿爷阿奶你都不认了？三丫，自古都没有丫头片子自立门户的道理。你要不把房产过给我们，你要不把房钱给我们。哈？凭什么？凭什么？就凭我们是你阿爷阿奶，这个家里呀，我们说的算。阿爷阿奶，好呀，你个死老太婆！当初就是你给江婉月卖进窑子里是吧？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找上门来了。好呀，现在从我家里滚出去，不然我叫你们好看。你说什么？啊！你不孝，我们还就不走了。有本事你弄死我！哼，整死你！好呀！啊！三丫，你个疯妇！她可是你阿奶，赶快给我住手！想让我住手简单呀！啊，现在从我家里滚出去！以下犯上，殴打亲人！我要报官！我要报官！报！现在就去报！嗨，到了关老爷那儿，正好让关老爷评评理。我这阿爷阿奶尖酸刻薄，常年欺辱我爹娘，还把他的亲孙女给卖进窑子里去。我倒要听听看，看他跟关老爷站哪边啊！哦，对了，你们这宝贝四儿子明年就考秀才了吧？这要是让你们这宝贝四儿子被你们之前干的那些龌龊事儿给耽误了前程，这可怎么办啊？哎呀呀！我们走。嗨，我再奉劝你们最后一句，如果要是再敢苛待江婉月的爹娘，下次可就不是石子儿了。是我。哟，镇远侯大驾光临，拿我回去领赏啊！朝廷通缉令上画的画像，是你吧？小月月，你这治病的本领跟谁学的？我师傅都没见过这种能够瞬间止血的灵药。想学啊？不告诉你。我是来谈笔交易的。黑金石在你手里。怎么，侯爷想要？那就让我听听，侯爷打算拿什么来换？这是皇室令牌，有了它，可保你在天启王朝畅行无阻。另外，我知道你要查当年拐卖你的人是谁。这是皇室令牌，有了它，可保你在天启王朝畅行无阻。另外，我知道你要查当年拐卖你的人是谁。身上是装了什么手机监听系统？自动追踪我感兴趣的东西啊，是吧？你怎么知道？我们侯爷要查的事儿，没有查不到的。不过你得先帮我们治好摄政王。不好，是赵建强那个蠢货，他怎么找到这里的？李行风，带欧阳修和江姑娘从密道走。
我去引开这兵。好，找一下。就是他家那个女贼就藏在里面。交易是吧？我答应你，先帮我把外面那2个老不死的给我干净的解决了。哼，好。这蛊毒与化蛊掌毒交织，强行施针会爆体而亡。扶他起来。你有办法？你管呢？试试不就知道了。你是谁？就你的人。王爷，您体内的蛊虫已全部被冰封，但仍需要7日才能彻底清除。好一个救我的人！陆思成，你带他来，是向本王欠你人情？有点自恋了。本姑娘今天过来，就只是想换取情报。来吧，解释一下。侯爷，官兵包围了这里。来的正好。哎，拿着玩去。肯定比你那个匕首好。赵新强是太子的人，杀了他等于与东宫宣战。那咋了？他就算是皇帝，我也照杀。妖女，快放下武器！聒噪！天哪！这什么武器啊？比火铳都厉害！现在可以告诉我黑金石的秘密了吧？黑金石是开启上古秘境的钥匙，而你的空间恐怕与此有关。这就是你所说的空间？为何房子的装修如此怪异？这是啥？会发光的盒子？土包子，这叫电脑，查资料用的。其实我是天上的仙女，我下来呢，侯爷，报！侯爷，侯爷！这怎么出去啊？别急。侯爷，宫内传来急报，老皇帝病危，太子已经封锁宫门。果然坐不住了。陆思成，你我2人该回去了。哎，等一下，你是不是有东西没给我？这是当年卖你的人贩子的下落，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被灭口，剩下的一个在太子府当差。太子府，好呀，正好去会会他。哎，我也要去，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治疗蛊毒的新药。你去添乱？分不清大小王是吧？谁说了算？家人姐姐，姐带你去。姐，哎呦，够了，先说好呀，进了太子府，生死自负。还记得我吗？江家村江大何家。你是那个小女孩？对。你没死？拜你所赐，早就死了，现在变成鬼来找你算账。女侠饶命啊！都是太子指使我干的。太子现在何处？在密室，和巫师一起炼制长生药，用的是活人的心肝。什么？心肝？我倒是看看，这太子是妖怪还是神？你们是怎么进来的？杀了他们！就这么进来的。太子殿下，炼制邪药残害百姓，该当何罪？我是储君，你们敢动我？
怎么就不敢了？你找死！那黄瑶香，玩去吧。陛下，陛下，终于找到了。陛下知道这秘境？这就是开国皇帝留下的传承。黑金石就是钥匙，而拥有空间的人就是江婉月。江婉月做什么？拯救苍生。100年前曾发生旱灾，是空间主人用灵田之力降雨救灾，天灾再现，只有你才能做到。啊，我可不愿意啊！这开启秘境肯定需要花费很多灵石，我那些都是我辛辛苦苦攒的，我只是想来养老，我不想付出什么。你若不管的话，整个天启王朝都会覆灭的。哎，你包括你爹娘和江家村。道德绑架我是吧？我好了，我帮你们开启秘境，但是完事之后，你们这所有的黑金石都得给我。还有，以后你不能干涉我以后的生活。准奏。这力量属于我。王阳秋，把太子押下去。走。这就是灵泉，真的有灵气啊！摄政王，陛下，你有治国之才，也有容人之量。至于陆思辰，辅佐新君，不得有误。臣遵旨。现在交易结束，我走了。你的户籍和土地，我会派人安排妥当。还有什么事想对我说的？以后你如果有任何需要，都可以随时来找我。江姑娘大恩，本王铭记于心。今后若有人找你麻烦，报本王名号便是。不请我进去坐坐？哟，侯爷之日理万机的，还有空来我这乡下来？新君赐了些点心，我想你可能会喜欢。啊？嗨，你这就进去了？地方不错，比侯府清静。那是自然。哟，摄政王邀我入宫，担任灵田供奉，还给我一箱子黑金石啊！不去。早知道你会这么说。这是给你爹娘的良田契，还有江家村的免税文书。行，算你有点良心。唉，这穿越之前，后世的仇我也都报了。穿越之后，古代的债也都还清了。从今往后，我就只当江家村的江婉月，种种地，养养花，挺好。江婉月，你有没有想过？没想过，我说了，我只想养老。
我知道，你对我有误会。当年休书是老夫人的意思。当年的事儿你也说了，那都过去了，就不提了。如果我说我后悔了，侯爷您日理万机，还是把心思都花在朝廷上吧。我这儿呢，地方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的。但是如果侯爷你真的后悔了，那我可以看在你长得好看的份上，我就当不认识你，忘记之前的一切，给你一个重新追我的机会。总有一天，我会重新把你娶进家门。那可不一定。